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关系户和我表白被拒后，扬言说要总监舅舅给我好看。第二天，我就收到了针对我的停薪停工通知。某些员工自视甚高，孤立同事，不小惩大戒，让你反思反思，还真把自己当大佛了。同事为我打抱不平，我却淡定自若，转身拎包走人。我走的当天，甲方撤资，回款被停，谈好的大项目黄不下5单。不好意思，我是风水锦鲤命，天生旺公司。我在哪个公司？哪个公司才能发财？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和往常一样上班，一开电脑，我却发现登录公司内网的权限竟然被关停了。正当我满腹疑惑，准备向公司反映情况时，手机突然亮了起来，原来是公司的微信群有了动静。某些员工自视甚高，孤立同事，不小惩大戒，让你反思反思，还真把自己当大佛了。我也不点名了，反正谁被停薪停工，谁自己知道。什么时候改正错误，知道团结同事了，什么时候再来找我要回工作权限吧。信息是公司的总监发的，我立刻就联想到昨天傍晚，一个我们公司的关系户赵梦婷，她突然冲到我面前来，直接向我表白：你长得不错，学历也还行，我可以给你一个为我当牛做马的机会。什么时候我觉得你诚意够了，就允许你娶我。面对这种疯子般的言论，我只当是这人工作累的精神不正常了，于是看都没看他，就继续收拾东西，打算下班。没想到这赵梦婷竟然不依不饶。你别以为你不说话我就不清楚你的小心思，你现在是不是想着怎么欲擒故纵，欲拒还迎，好抓住我的心啊？我本想直接离开，结果赵梦婷直接拦住了我去路。本来上班就烦，我随手一挡，赵梦婷却因此摔了个屁股墩儿。好几个还没下班的同事见到这一幕，都情不自禁笑出了声。倒也不是我的同事们尖酸刻薄，实在是这个赵梦婷太不讨人喜欢。业务能力没有，工作态度别提，整天就知道在办公室掐着嗓子，对着大家颐指气使。明明所有人都烦他，烦得要死，他却性元脑上头，以为大家都暗恋他。自从他进入公司以后，不止一次搞砸工作，害得大家一起加班给他擦屁股。所以现在看到他当众出糗，同事们才一个个都觉得大快人心。赵梦婷坐在地上，听着四周此起彼伏的笑声，气得嘴都歪了。她恶狠狠地指着我：你别不识好歹，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我舅舅可是咱们公司的总监，你敢得罪我，看我怎么要你好看！哦，随你。我耸了耸肩，看都懒得看他一眼，直接背包离开。即使走老远，还是能听到办公室内赵梦婷的咆哮声。再后来，就是现在微信群里我被总监暗讽的这一幕。赵梦婷得意洋洋地推门，走到我的工位前：怎么样，知道惹我不高兴的下场了吧？现在乖乖跪下向我道歉，再给我买个爱马仕包包当做赔罪礼物，我可以勉为其难地原谅你。我站起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赵梦婷毫不慌张，一脸有恃无恐。怎么，生气？那你能怎么办呢？臭打工仔，下等人！呸！我狠狠一口口水吐在了赵梦婷的脸上。短暂的静默之后，办公室响起杀猪般的嚎叫：姜思雨，你完了！我要让舅舅把你开除！赵梦婷连脸都顾不得擦，怒气冲冲摔门离开了办公室。几个和我关系比较好的同事都担心地看着我：宇哥，这样的小人可得罪不得呀。
就是，他可是有个当总监的舅舅，咱们总监那种小心眼，你又不是不清楚。就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宇哥，要不你就服个软吧。我冲着这些同事笑笑，安抚道：没事儿，我倒要看看他们还能把我怎么办。当天我就接到通知，赵梦婷将顶替我的职位，而我则因为无所事事，对公司毫无贡献，工位都要被收回，让我自己另找地方办公。赵梦婷很快抱着一堆化妆品走进办公室，往我的工位上一堆，以后这就是我的位置了。你个臭打工的，有多远给我滚多远吧！我没理他，只是草草收拾了下自己的东西，直接走到公司的茶水间，喝着咖啡，吃着饼干，顺道打会儿游戏。突然，手机铃声响起，我一看，是我们公司最大甲方张老板打来的电话。自从公司与张老板建立合作关系以来，一直由我负责与他进行对接。现在他想要询问项目进度，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我。不好意思，张老板，公司业务架构调整，我已经不负责和你们公司的业务了，稍后应该会有新的同事去和您对接。对面沉默片刻，语气有些犹疑不定。我记得咱们之间的合作一向很愉快，我好像没有干什么对不起你们公司的事吧？张老板，您想多了，只不过是我拒绝了我们公司关系户的表白，现在被停工反省了而已。什么？电话那头响起了拍桌子的声音。你们公司是什么傻 X 领导？我之所以愿意和你们公司合作，就是因为你。我现在就给你们老板打电话，要是不把你换回来，咱们的合作也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了。显然张老板的效率极高，没过多久，我们的老板和总监便急匆匆地赶到了茶水间。到底怎么回事？你和张老板说了什么？为什么张老板不愿意和我们公司合作了？总监如连珠炮般向我发问，我们老板也面目不善地盯着我。我突然觉得有些好笑。我曾以为这些针对我的行为仅仅是总监个人在欺上瞒下，但现在看来，竟然是得到了我们老板的默许。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加入了这家公司，那时的公司还是个上下加起来只有6个人的草台班子。是我加入之后，和团队一点点努力，才逐步将公司发展至今日的规模。这里面除了大家的努力，最大的功臣其实是我。没有人知道，我是天生的风水锦鲤命，旺公司，哪怕是和我有过合作的公司，事业都会有所注意。正是因为这一点，才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和我们合作。可后来公司发展起来了，老板却一脸为难地看着我，你只是个本科生，家里又没办法给提供什么资源，给你太高的职位只怕是不能服众，不如你先在基层待几年，我再把你提拔上来。结果却是我在基层一待就待到现在。我不是不知道，公司元老给个高管的职位不能服众这种话是扯淡，但我也懒得折腾，既是天生锦鲤，也是天生咸鱼。我没有什么物质欲望，现在的职位和薪资也足够养活我自己。可没想到，即便是这样，老板还是看我不顺眼。眼看着如今总监对我毫不客气的逼问，老板连假模假样阻止一下的想法都没有，甚至在最后还添了一句：你现在立刻跟总监还有小许道歉，再跟张老板解释清楚，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处理不好这件事，以后你也不用来公司了。没问题，我可以走。我一口答应下来。眼见老板和总监的面色缓和下来，我又慢悠悠说完后半句：你们既然要把我辞退，那就先支付我2N的赔偿金吧。
你还想要钱？老板一听要赔钱，立刻吹胡子瞪眼。法律规定的，我干嘛不要？给你们这种黑心蠢货资本家省钱吗？老板脸色铁青，指着我骂道：我是看在你在公司这么多年的面子上，才给你个机会。你别想拿枪作调威胁我。我两手一摊，无所谓道：你们随意，反正什么时候我拿到离职赔偿金，我什么时候走。你就不怕现在把老东家得罪了，以后找工作做被调的时候，大家闹得面上不好看。总监阴恻恻地威胁我，我笑了。以你们的人品，我不要钱，难道你们就能说我好话？别恶心人了，赶紧拿钱吧。钱是舍不得掏的，又拉不下面子认怂，老板和总监只得又怒气冲冲地离开。我则继续坐在茶水间吃吃喝喝，再时不时打个电话通知客户。我现在已经不负责业务对接了，如之前的张老板一样。好几个老板之所以愿意和我们公司合作，都是因为我的锦鲤体质。现在一听说以后不是我对接后，纷纷撂了挑子，没签的合同更是彻底停滞，推进不下去了。而已经签订的那些合同，现在尽数交到赵梦婷手里，由她统一负责。可结果，这个关系户虽然自视甚高，实则什么本事没有，甫一上任就把业务搞得一团糟。之前他也没少干这种给自己人挖坑添乱的蠢事，全靠倒霉的同事们一个个帮他收拾烂摊子。但是现在好几个甲方表示不愿意再继续合作，同事们为了拿出更吸引人的方案而忙得焦头烂额，根本顾不上管赵梦婷惹出来的麻烦。每一个来到公司谈生意的客户，我都会先迎上去聊几句，再透露出我不再负责业务的消息。这些客户闻言，绝大多数都纷纷转身离去。剩下的少数几个客户被姗姗来迟的赵梦婷请进会议室，没过多久又被气得甩手离去。整整1个月，公司竟然再也没签下任何一个单子。被我搅黄了好几个单子之后，老板终于受不了了。一个下午，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江思雨，你现在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我两手一摊：怎么了吗？我只是通知一下客户公司的业务架构变动都不行吗？老板眼一瞪，似乎要放狠话，见我一副魂不吝的样，又憋出一副皮笑肉不笑的笑脸来。你也是咱们公司的老人了，这次范总监对你的处理确实有欠妥当，你别和他一般见识。我现在就通知人事给你升职加薪。不行，我不同意。赵梦婷趴在门口，不知道偷听了多长时间，一听到老板又要重新启用我，直接立刻冲了进来。他当着全公司人的面把口水吐到我脸上，就这么放过他，让我以后怎么在公司抬起头做人啊？见老板面露难色，赵梦婷翻了个大大的白眼。只要你答应把他开除，我立刻让我家里人来和公司签合同。这些天之所以生意一直不顺，就是因为江思雨一直从中作梗，只有把他开除，公司业务才能重新好起来，甚至都不用他再说别的。从赵梦婷提出可以让家人过来签合同开始，老板眼睛都冒亮光了，一改刚才和善的面孔，冷冷地看着我。没听到人家说的吗？你被开除了，现在去财务领钱滚蛋。我对发生这一幕并不意外，但多少还是有些不甘心。思量再三，我还是问出了我琢磨了好长时间的问题。我自认为这么多年我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起公司、对不起你的事，让你联合总监一起这么针对我？许是因为这次彻底撕破了脸皮，老板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了。他冷哼一声，
眼底都是愤恨。每次出去谈生意，饭局上别人都说你的名字，都说是冲着你来的。你让我这个真正的老板心里怎么想？要怪就怪你自己不知道低调做人，爱出风头吧。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答案，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别人的老板都欣喜于自己手下的员工能力强，能拉来生意，但我这个心眼比针眼还小的老板，竟然觉得员工拉生意是抢他的风头。这一刻我突然无比庆幸，还好赵梦婷表白这事提前暴露了老板他们对我的不满，我才能早一点看透这些人的嘴脸，及时止损。去财务支取了我应该拿到的离职补偿之后，我一身轻松走出了公司大门。几个同事犹豫着想要送我，都被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赵梦婷骂了回去。自从我离职之后，公司不遗余力地到处散播着我的坏话，说我损害公司的利益，不择手段，还说我性格怪异，不能和同事打好关系。他们在害怕我报复，害怕我还会留在这个行业和他们抢生意。可他们不知道，越是这样，越能激起我的好胜心。我决定不当咸鱼了，得翻个身。在拒绝了之前好几个甲方对我的入职邀请之后，我注册了新公司。为别人打工还要看老板的脸色，只有为自己打工，那才是真正的自由。我要创办公司的消息一经传出，原来公司的好几个老人就主动联系我，表示他们愿意离职跟我干。这些和我关系好的人几乎都是业务上的骨干成员，工龄5年以上。可他们为公司辛苦付出后，不仅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待遇，反而还被总监和赵梦婷肆意打压。他们早就对公司心存不满，如今我被迫出走，赵梦婷又整天惹祸，桩桩件件，成了让这群骨干放弃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我的公司成立1个月之后，之前很多和老东家有合作的公司纷纷找上门来，转而和我们合作。新跳槽来的同事告诉我，老东家这1个月几乎是没有谈成任何生意。你走当天，张老板就直接撤资了。之后1个月，以前谈的6、7个大项目全部黄了。对这样的结果，我倒是并不觉得意外。毕竟我在老东家待了这么多年，他们提供的产品确实没什么长处，质量不算最高的，价格更是谈不上物美价廉。之前有我在其中斡旋，那些老板为了我的锦鲤体质，这才愿意给老东家一个机会。现在我都走了，他们自然是不愿意在这样一棵树上吊死。何况我新成立的公司不仅应用了更新的技术，还能保证提供更好的产品和服务。那些老板都不傻，当然是毫不犹豫选择和我合作。因此我的公司虽然成立不久，但对那些老板来说，确实比老东家更值得信任。就在我的公司赚得盆满钵满的时候，老东家那边除了赵梦婷靠家里的人脉拉去了几个单子之外，没有任何收入。由于赵梦婷拉去的这些单子都小之又小，就算全部加一起，也比不上之前任何一个大项目的规模。很快，公司迅速从蒸蒸日上变得萎靡不振。赵梦婷和他的总监舅舅急了，憋了半天，最后对老板憋出一句：公司之所以入不敷出，是因为员工工资太高。而我老东家的那个小气鬼老板竟然听信了这样的鬼话，开始学习大厂搞降本增效。有些员工每月的收入甚至被砍到了最低标准， KPI 是永远完不成的天堑，绩效、加班费是没有的，涨薪是没有的，年终奖是没有的。本来公司前景暗淡，大家已经人心惶惶，现在又搞了这么一个决策，
对员工来说可以算得上是雪上加霜了。面对傻逼关系户和傻逼老板，大家纷纷选择离职。老东家现在已经全公司上下没几个老人了，剩下的都是没什么业务能力，只擅长拍马屁混日子的。老东家从一个发展势头不错的新兴企业，转眼间变成了快要倒闭的烂摊子。看着濒临倒闭的公司，老板终于急了，他开始挨个给之前的甲方打电话约饭局，但是根本没有甲方愿意卖他面子。当时他在行业内肆意地散播关于我的坏话，自以为是在彻底堵死我的后路，实际上却是让别人看清楚了他的人品。一个对陪自己打江山的功臣都这么心狠手辣、不留余地的老板，谁敢和他做合作？搞不好也会遭背刺、被坑害。老板没了办法，只能和总监一起偷偷蹲在我们公司门口，看到来我们公司签合同的人，就立刻鬼鬼祟祟上前把人拦下，宣传自己的公司产品更好。面对老东家这种不要脸的做法，我当然是选择直接报警。喂，110吗？我们公司门口有几个流氓，整天骚扰我们的客户。警察赶来时，正好逮到老板鬼鬼祟祟，正拉着一个客户推销自己的产品。警察二话不说，当场直接把人带走。当我再次接到老板电话的时候，是在几天之后。小江啊，你现在过得还好？他似乎是忘了之前是怎么对我的，现在摆出一副和善的模样。还好，毕竟您几次三番针对我都没有成功。我当然好。老板的声音弱了几分。你说什么呢？你在咱们公司也这么多年了，咱们感情这么深，我怎么会针对你呢？经过一番虚伪的寒暄，老板终于切入了正题。不管怎么说，公司也培养了你这么多年，现在你的公司才刚成立，就签了这么多单子，会不会负担不了啊？怎么会负担不了？再怎么说，我在这一行也干了将近10年了，各个产线上的人都很熟悉。电话那头沉默半晌，好半天，老板才再次开口。我是说，要不咱们2家公司合伙，我们替你们做一半的业务，收入咱们也对半分，这样你们公司压力也小一点。一旁总监的声音适时响了起来：老板，你人真是太好了，我知道你现在之所以这么说，就是想帮助曾经在咱们公司待过的员工而已。哎，毕竟也是我一手培养的人，他能自己开公司，我当然很高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总监和老板就这么一唱一和，就好像我们把签下的单子分给他，对我们来说是多大的恩赐一样。见我不说话，总监试图再接再厉：小江啊，你是不知道，公司现在产业线升级，生意多得忙都忙不过来，老板却还是惦记着你，你可不要不识好人心啊。我摸着自己烫金的 boss 名片，冷笑一声，板死要面子，直到现在竟然还想在我面前装。可惜我并不打算惯着他们。哦，你们很忙吗？不应该呀，员工都走了，都能整天老板亲自上阵蹲我公司门口拉客户，怎么会忙呢？他们没想到我竟丝毫不留情面，竟然就这么直接地戳穿了他们的伪装。哦，你可能是忙着被警察带走，找人签字把你保出来吧。虽然隔着电话，但我能想象到电话那一头老板的脸已经黑成了什么样子。他直接挂断电话，留下电话这边的我大笑出声。怎么，当初那么对我的时候，就没想到会有今天？难道还真觉得他们公司能发展起来，全靠老板一个人的功劳？老东家的麻烦并没有到此为止，他们签不下新的单子，又想要赚钱，
就只能从之前签下的那些单子上做文章。最简单的途径就是偷工减料，压缩成本，提供粗制滥造的产品。之前我在公司，那些客户出于对我的信任，每次在公司交货的时候，甚至都不会仔细检验，就直接入库。现在我离开了，我那个极品老板竟然以为这些客户还是会草草走一遍过场，就把货物全部入库。但是事实是残酷的，在这批货物的验收上，甲方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毫无意外地发现我的老东家交出的这一批货竟然全部都是残次品。于是这批货不仅没有能够顺利入库，换来一笔能够缓解公司经营困境的回款，而是只换回了几张薄薄的违约单。不仅生意告吹，我这个前老板还要面临大额的违约金赔偿。这笔钱放在以前公司运营状况良好时要掏出来，都得伤筋动骨，就更别提现在公司已经日暮西山。但是没人会惯着这种乙方，不给赔偿款，人家直接一纸诉状，对簿公堂。没想到我老板可能脑子短路进水，竟然为了躲避责任，把早就离职的我扯了进来。他说自己对工厂私自调换更差的生产原料的事一无所知，所有的一切都是我对他这个老东家的打击报复。你们和我合作这么多年，对我的人品还不清楚吗？我肯定不会干出这种损人利己的事啊！总监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姜思宇之前在我们公司的时候，一直仗着自己是公司元老，作威作福，最后激起民愤，被同事们联名上书要求把他开除。之后他怀恨在心，才设计陷害我们。当时和我表白的赵梦婷则作为我曾经欺负过的同事代表出席。当时他仗着自己在公司资历深，根本不干活，就等着我们忙完了才摘桃子。这几个人把睁着眼睛说瞎话演绎得淋漓尽致。我怀疑失智这事儿是会传染的，毕竟在我刚进入老东家公司的时候，老板虽然能力不算出众，但也确实算不上蠢。自从他一意孤行，招了一个没什么本事，只会斤斤计较，但是有点人脉的废物做总监之后，他的行事就越发离谱了。当时是他亲自给工厂打电话，逼人家调换原料，现在又想把事情硬说成是我和工厂勾结，目的就是想要坑害他。这事儿都不需要我开口，工厂那边就先坐不住了。毕竟听老板的话，更换原料和与外人勾结坑害自己的老板，这两件事是有本质区别的。如果我前老板所指控的罪名成立，那么工厂的负责人不仅将面临巨额赔偿，甚至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因此在法庭上，工厂负责人干脆利落地拿出了电话录音，录音里正是我的前老板主动给他打电话，要他购入便宜的劣质原料进行生产的全程对话。咱们公司最近的效益不好，能省一点还是尽量省一点。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说这话的正是老板，而打电话的时间已经是我从公司离职很长时间之后了，根本不存在我和工厂瞒着老板进行私下交易的可能性。法庭当场宣判了结果，老板需承担全部责任。休庭之后，老板还不能相信刚刚所发生的一切，他脸色煞白，怎么会这样？明明范总监说了，只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在法庭上就能赢的。我无奈地摇了摇头，有这么一个被总监忽悠瘸了的老板，不仅他的公司彻底没救了，他人也差不多废了。发生了这样的事，
本就苟延残喘的公司彻底运转不下去了，老板迫不得已只能宣布破产，把公司的一切全都转卖还债。而买下这一切的，正是之前被他开除还惨遭他诬陷的员工，也就是我。是的，我仔细算过，公司虽然入不敷出，但还不至于到了彻底坚持不下去的情况。不过既然老板选择了放弃，那我也不能放弃唾手可得的廉价资产。起初老板并不知道买家是我，一进门就低声下气：江总，感谢您在这个时候还愿意施以援手，就是我们现在实在是还不上债，价格您看您能不能再给更高一点？高不了一点哈。听到那熟悉的声音，老板猛然抬起头，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是你？怎么？我的钱老板，你看起来很意外。我刻意在钱字上加重了语气，真没想到你居然……可能是我运气好吧，我随口敷衍道。从小我就知道我是风水锦里的命格，这命格对我来说没什么好处，出门捡不到钱，买彩票也不中奖，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觉得小时候给我算命的那个风水先生是个江湖骗子。直到我大学毕业，步入社会，进入公司，我才发现我的锦鲤体质是真的，只不过不是忘我本身，而是忘我所在的公司。只要是我在的公司，不管投资什么项目，都能获得不错的收益，甚至是和我有过合作的公司，在之后的运行中都会特别平稳顺利。我这个前公司之所以能够从一个草台班子发展到今天，和我的锦鲤体质可以说是密不可分。这么多年，一直有不少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或是和我关系不错的朋友，都劝我自立门户，离开公司出来单干，可我却迟迟没有松口。不过是惦念着曾经一起奋斗过的那些情分。直到被老板背刺，我才发现小丑竟是我自己。我跟人家讲情分，人家可是对我没有半分情分在。想到这儿，我突然有些好奇，你一直倚重的那个总监，还有他的赵梦婷外甥女哪去了？怎么不让他们掏钱帮你让公司渡过难关？别提了，要不是他们，我也不会沦落到今天这般田地。说到这，老板的眼泪突然间从眼眶中涌出，他长叹一声，声泪俱下的对我说了如今所发生的一切。原来这个所谓的范总监和他号称富家小姐的外甥女其实并没有什么钱，甚至他们所显露出的家里的那些资产全部都是伪造的。之前公司运转出了问题，范总监和他的外甥女以开除我为条件，给公司拉来了几张单子，可实际上那些订单根本不是他们拉来的人脉单子，都是他们以超低价吸引来的陌生客户，算上私下补贴的折扣，公司不仅不能从这几个单子里赚钱，反而还要赔上不少。而为了给足对方回扣，范总监就利用职务之便抵押了公司的不少资产。当公司彻底出事时，范总监带着他的外甥女连夜跑路，公司在粉饰之下的千疮百孔才彻底暴露了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公司还能支撑，但是老板却选择把一切都卖掉的根本原因。在范总监和他的外甥女的一番操作之下，公司已经彻底被掏空了，再也没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让我没想到的是，在收购了前公司几个月后，我竟然再次见到了范总监及其外甥女赵梦婷。只不过这次，他们脸上曾经的嚣张气焰已经消散得无影无踪了。自从那天在他的怂恿下，老板在法庭上试图栽赃我，但是惨遭戳穿之后，范总监就带着他的外甥女跑到了林氏，
他们本想故技重施，假装自己是有钱人家派出去历练的子弟，忽悠个老板把他们请进公司。可找了将近1个月，他们都没找到像我前老板一样蠢的人，根本没有人会听信他们的话。最后2人商议之下，干脆改换了策略，由那个自视甚高的赵梦婷施展美人计，等能登堂入室之后，再带着自己的舅舅鸡犬升天。可惜他相貌只算中上，能力极差，实在是没什么优点，没有一个老板看上他。最后实在没办法，他只能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些事业有成的年轻小开转移到大腹便便的油腻的中年老板。经过一番努力，他终于成功把一位年近60的老板迷住了。他对那位老板百依百顺，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终于算是把那位老板骗得团团转。正当他幻想着攀附上大老板，享受富贵生活时，那位大老板的原配夫人却突然找上门来。大老板和原配多年来一起打江山，当原配找上门时，大老板自知理亏，拦都不敢拦，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小情人被原配夫人一顿胖揍，赶出公司大门。赵梦婷在林氏名声算是彻底臭了，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最后她竟然带着自己的舅舅跑来找我。我知道之前你意气用事，选择拒绝我，现在一定非常后悔。我愿意再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给我买房买车，我就可以和你结婚。原来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笑出声。我实在是非常佩服这个女人，到这种情况下，她的自我感觉竟然还能这么良好。我默默地拿出手机，向她展示了一段视频。视频中是她和一个大腹便便的老头在做不可描述的事。赵梦婷的表情当场僵住了。你怎么会有这个？我现在才觉得这个女人不只是迷之自信，她简直是360度无死角的头脑简单。你以为你当了小三，被原配打一顿之后，就能全身而退了？这些视频不光我有，网上现在都已经传遍了。你该问问还有谁没有？什么？赵梦婷如遭雷击，她猛地退后2步。我不信，你说的不是真的，你是欲擒故纵在骗我的。她碎碎念着，声音越来越大，似乎在试图说服自己。最终她的声音笃定起来，没错，就是你爱我爱得不能自拔，才想出这样的招数扑我。面对这种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直接把人推开，关上大门，随后叫来保安把人拖走，直到门口的声音逐渐消失，我才掏出手机给钱老板拨了个电话。之前坑你的那个范总监和他外甥女回来了，我刚刚看到了。钱老板现在公司破产，一事无成，成为所有人眼中的笑话。一向记仇斤斤计较的他，肯定不会放过把自己害成这样的范总监。他早已将范总监告上法庭，但因为范总监逃往外地，现在才没能把范总监怎么样。现在赵梦婷带着范总监一起回来了，我钱老板直接抓住机会，把这2人一顿胖揍。最终范总监被打断了2条腿，粉碎性骨折，估摸着以后得坐轮椅。赵梦婷虽然只是受了点皮肉之苦，鼻青脸肿，但她曾经勾搭上的那个大老板的原配依然没有放过她，不仅到处散播赵梦婷和大老板在一起那些伤风败俗的视频，还找了不少流氓混混找赵梦婷的麻烦。赵梦婷起初竟然还非常享受，认为是自己的人格魅力大，才会有这么多流氓混混整日跟着他。可是当他被这些流氓混混彻底缠上，越来越过分时，他开始后悔了。
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那些流氓混混已经看出来他软弱可欺，对他更加肆无忌惮起来。赵梦婷的家人也因为那些见不得人的视频四处传播，觉得他丢了家族的脸，拒绝再让他回家。特别是范总监出事之后，家里人更是将这一切都怪罪到赵梦婷一个人的身上，不仅不帮赵梦婷摆脱现在的困境，反而还对外放出话来，说赵梦婷以后与他们毫无关系，就算是死在外面，他们也不会追究凶手。他们的态度让那些流氓混混更加嚣张。赵梦婷不堪其扰，几次寻死，最后只能逃出国，在外面做了偷渡难民，是死是活，后面我也不清楚，对我而言也不重要了。彼时的我，事业蒸蒸日上，早已财务自由，请了个职业经理人管事儿后，我得以继续当咸鱼。作为人形风水锦鲤，我只要蹲在公司就行，不怕黄的。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